最近国内一位资深飞弹工程师大胆曝光了台湾军力的内幕，直指共军若贸然犯台，结果恐怕只是在送死。到底台湾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防卫力量，足以让侵犯者有去无回？如果两岸真的爆发战争，身为一般民众的我们可以躲在哪里避难呢？接下来我们就用浅显易懂的方式抽丝剥茧，深入探讨这些问题。首先，一旦中国决定对台动武，台湾海峡约170公里的天险就是攻台部队无法回避的第一关。这段海域看似不宽，但对数以万计的大型舰艇和登陆船团来说，却是漫长而可怕的死亡航程。试想，大批军舰、登陆艇满载着士兵与装备，自对岸港口出发，一路暴露在开阔的大海上，至少要航行数小时才能抵达台湾登陆点。在这过程中，他们完全没有遮蔽，完全成了海上的火把。就像那位飞弹工程师所形容的，难道以为台湾只能挨打，不会反击吗？解放军跨海必须暴露在台湾海峡上，我们绝不会让他们白白过来。为什么说台湾海峡是侵略者的死亡陷阱？关键在于地利。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两军交战，渡海登陆战是最困难、最凶险的作战形态之一。当年二战诺曼底登陆，盟军拥有绝对制海制空权，仍付出惨痛伤亡。如今共军若企图登陆台湾，面对的是高度准备的国军与严峻的天然屏障、变幻莫测的海象、一望无际的大海，以及台湾沿岸错综复杂的潮汐与沙洲地形，这些都将大幅拖慢攻台部队的速度，让他们长时间暴露在台湾防御火力的射程之下。台湾西部海岸线的地形对防御者极为有利，沿海许多区域要么是湿地浅滩，要么是峭壁礁石，真正适合大型部队登陆的沙滩寥寥可数。而这些少数登陆要地，国军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重兵布防，设下层层陷阱。海滩上可能布满反登陆壕沟、巨马、铁丝网，海底下暗藏大量水雷，即使敌军侥幸冲上岸，迎接他们的还有岸防部队早已瞄准好的火炮与飞弹齐射，整片海滩瞬间就会成为弹幕地狱。攻击方每往前踏出一步，都可能付出数百上千人的伤亡代价。不仅如此，台湾还有难以攻克的季风与气候挑战。台湾海峡每年有长达数月强风巨浪，尤其冬季东北季风盛行，夏季又有台风，稍有差池就足以颠覆登陆计划。历史上1958年金门古宁头战役，共军部队因登陆时遇到风浪和潮汐变化，结果登陆艇搁浅，遭国军各个击破。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教训。一支渡海而来的部队，在陌生海域和不确定天候下，随时可能陷入混乱，变成人宰割的鱼肉。难怪有军事专家感叹，别说攻台，光是成功运送登陆部队渡过这100多公里的大海，就已经是地狱难度了。既然攻台风险如此之高，那台湾自身的军事实力究竟如何？这正是那位飞弹工程师揭露的重点内幕。他强调，台湾数十年来卧薪尝胆、卧虎藏龙，早已打造出一套令人惊艳的防卫利器，绝非外界想象的柔弱待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台湾军力的神秘面纱。首先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台湾的飞弹武力。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台湾自行研发和部署了大量性能优异的飞弹，其中包括专门对付敌方军舰的雄风系列反舰飞弹，以及可拦截敌机与来袭导弹的天弓系列防空飞弹等等。这位曾参与雄风飞弹研发的工程师透露一个让人安心的消息，台湾的飞弹数量与射程早已今非昔比。以雄风反舰飞弹为例，早期型号射程约100余公里，但经过不断改良，新的增程型雄风飞弹据称射程可达300-400公里之远，速度还是超音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解放军的军舰只要一离开中国沿岸，进入台湾海峡中线附近，甚至还未到中线，就已进入雄风飞弹的打击范围。而等他们艰难航抵台湾近海时，迎接他们的将是密集飞驰而来的雄风2型、3型反舰飞弹，犹如铺天盖地的箭雨。每一枚雄风飞弹都携带巨大的破坏力，可在瞬间把一艘数千吨级战舰撕裂成两半。想象一下，当数十上百枚反舰飞弹同时朝运输舰队袭来时的惊悚场景，
天空中划过无数道炙热的弹影，伴随尖啸直扑目标，海面上不断腾起巨大的火球与水柱。这种视觉，就算是经过训练的老兵都会心惊胆战，更别说那些被困在船舱里的士兵。除了雄风飞弹，台湾还从美国引进了大量先进的鱼叉反舰飞弹。美方近年大力军售，一口气提供台湾数百枚鱼叉飞弹及其陆基发射系统。鱼叉飞弹性能可靠，可以低空掠海飞行，贴着浪尖突袭敌舰，让对方难以发现和拦截。换言之，未来如果解放军舰队企图横渡台海，他们将面临双重飞弹夹击，上有高速的雄风3型从高处俯冲而下，下有隐蔽的鱼叉贴海袭来，两者配合，就像上下两把尖刀同时刺向钢铁巨舰的要害。这等密不透风的攻势，别说运输船、登陆艇，就算世界上最先进的驱逐舰、两栖攻击舰遇上了，也难逃重创的命运。当然，或许有人会问，解放军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有上百艘军舰护航，甚至包括航空母舰，难道就挡不住台湾飞弹？这就要谈到不对称作战的精髓了。台湾深知无法在舰艇数量上与对岸抗衡，因而选择发展更经济有效的反制武器，也就是各式飞弹和机动游击式的部队。每艘大型军舰动辄造价数十亿、上百亿元人民币，而一枚反舰飞弹造价可能只要几百万元，用廉价的飞弹去换取对方昂贵战舰的毁伤，对台湾来说是划算的买卖。想想看，一枚不起眼的小小飞弹就能重创甚至击沉一整艘载满士兵与装备的大型船舰，这就是以小博大的战术艺术。更何况台湾部署飞弹的方式也充满智慧与诡谲。根据这位总工程师的说法，我国的飞弹发射载具高度机动灵活，例如雄风飞弹安装在机动发射车上，平时隐身于山区公路、隧道或是森林遮蔽处。开战时，发射车可以快速驶出隐蔽地点，停在早就勘选好的坚固平坦地面，稳定的架设发射架，短短数分钟内就完成射击准备。飞弹齐射之后，发射车立刻变换位置，转移到下一处预备阵地，整个过程就像游击队打冷枪一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敌方难以捕捉踪迹。即使解放军前一波导弹攻击摧毁了部分固定基地，台湾这些四处流动的飞弹阵地依然能保存实力，在关键时刻给予来犯者出其不意的一击。除了反舰飞弹之外，台湾的防空飞弹网也让人充满信心。面对解放军可能的大规模飞弹雨和空中打击，台湾并非毫无招架之力。早在2011年左右，台湾就开始部署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阵地，可以拦截高速来袭的弹道导弹与战机。同时，自行研制的天宫2型、3型防空飞弹系统也陆续成军，构成高低搭配的多层防空网。例如，爱国者和天宫3型负责高空远程拦截，把敌方的弹道飞弹在空中炸成碎片，万一有漏网之鱼。还有天宫2型和野战防空炮在中低空守株待兔。当解放军开战之初朝台湾发射飞弹时，台湾头顶上绝不会只是束手待毙的天空，而是早已张开了一张看不见的防护网。一枚枚我方防空飞弹急速升空，主动迎向来犯的弹头，在高空轰然引爆，化为无害的残骸坠入大海。这种飞弹打飞弹的场景在21世纪的战争中将真实上演，而台湾已做好充分准备。谈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台湾在海峡上空与海面布下的重重杀机，但是更让敌人胆寒的内幕还不止如此。那位飞弹专家进一步透露，台湾还拥有令中共闻风丧胆的远程打击能力。是的，你没听错，别以为台湾只能被动挨打。事实上，经过多年秘密发展，我国已具备源头打击的实力，可以直接攻击对岸的战略目标。这张底牌一旦亮出，更是对侵略者的当头棒喝。举一个最著名的例子，台湾研制的云峰飞弹。根据公开资讯，云峰飞弹是一种超音速巡弋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有传言甚至可达1500到2000公里之谱。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台湾发射云峰飞弹，可以直接打到中国腹地的重要城市，甚至远及北京。更重要的是，云峰飞弹采用独特的双段火箭冲压引擎技术，飞行速度高达3倍音速以上。在末段攻击时，它会从高空高速俯冲，
像陨石坠落一般向目标猛扑。如此高速的飞行轨迹让目前的防空系统极难拦截，一旦命中，凭借其高动能和爆炸威力，足以重创坚固的目标建筑。试想，一旦中共对台湾发起战争，台湾完全可能以牙还牙，发射云峰飞弹，直取对方指挥中心、空军基地或弹药库等高价值目标。对岸城市上空出现的防空警报声将会宣告他们也不再安全。侵略者必须明白，战火一旦燃起，他们的后方同样要付出惨痛代价。除了云峰飞弹，台湾还投入量产多型中程飞弹与精确弹药，以强化远距精准打击能力。例如增程型雄风飞弹除了打船，也具备对地攻击能力，可以精准命中沿海的发射阵地或雷达站。再如万箭弹，虽然是一种空射武器，但也代表了台湾在歼灭敌方地面目标方面的巧思，利用无人机、导引炸弹等方式，让敌军登陆部队尚未集结完毕就遭受迎头痛击，难以立足。可以说，台湾的军事科研单位一直在默默耕耘，把有限的资源化为无限的创意，不断推出让对手意想不到的新招。当这些武器内幕被曝光于世，人们才惊觉，原来台湾早已不是当年的弱小之岛，而是一支暗藏毒刺的坚强刺猬。地下堡垒也是台湾军力的一大王牌内幕。也许有些人担心，中共的导弹密集轰炸会在战争一开始就瘫痪台湾的空军和指挥系统，但事实是，台湾早在和平时期就投入巨资，打造了众多坚不可摧的地下设施，其中最有名的莫过于空军在东部花莲的嘉山基地。这是一座深入坚硬花岗岩山体内的巨大坑道机库，绵延数公里，据称可隐藏上百架战机于山腹之中。战时，战机可以从山洞中的跑道滑出，短暂露头升空执行任务，随即返航，钻回坚实的山体腹中躲避攻击。嘉山基地的防护罩厚达数十公尺岩石，除非直接命中超大当量炸弹，否则难以摧毁。也就是说，即便开战初期，对岸飞弹狂轰滥炸，台湾空军依然有生存下来的本钱，在关键时刻反击。除了嘉山，台湾各地还有许多地下指挥所、飞弹工厂、油库和弹药库都藏身地底。中共若想要瘫痪台湾的抵抗意志，势必要一举摧毁这些关键节点。然而，这些深埋地下的设施往往位置隐蔽且经过强化，很可能撑过第一波攻击，保留反击的火种。反观进攻方的大型目标，例如集结在港口的大批登陆舰、运输机场上排列的运输机，却都是完全暴露的。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台湾的重要军力深藏地下，而攻击者的重要资产暴露地表。正如有军事评论员形容的，共军攻台就像拿鸡蛋碰石头，台湾固若磐石，侵略者却满身是鸡蛋壳，一敲就碎。更妙的是，台湾还有许多战备巧思，是特地为抗击入侵而设计。例如，台湾早在冷战时期就规划了高速公路战备跑道，在南北向的高速公路上，有几处预留的直线路段，在战时可快速清空路面，移除中央分隔，摇身一变成为长达数公里的临时机场跑道。一旦主要空军基地被攻击毁损，我方战机可以转降高速公路，加油挂弹后重新起飞，继续投入战斗。这种战术在其他国家并不多见，充分展现出台湾化不可能为可能的生存意志。想想看，敌军原以为炸毁了台湾的机场跑道就瘫痪了空军，但下一刻，我们的战机却突然从公路上再次升空予以痛击，该是多么震撼人心的一幕。总而言之，台湾多年来在艰困环境下磨练实力，积累的军事硬实力和创新战术远超外界想象。从铺天盖地的反舰飞弹网、缜密分层的防空系统，到深山碉堡、战备跑道等等，无一不在告诉潜在的侵略者，我们并非待宰的羔羊，而是隐忍已久、蓄势待发的雄狮。任何胆敢轻启战端者，都必将为其野心付出血的代价。难怪这位飞弹总工程师会直言不讳地说，侵犯台湾只是在送死，因为他深知台湾真正的实力与决心。为了更清楚理解攻台等于送死的含义，让我们大胆设想一下可能的两岸战争场景。
看看侵略者将在每一步面临什么样的陷阱与绝境。这种沙盘推演不但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也能帮助大众了解台海战争的残酷现实。假设有那么一天，清晨时分，台湾上空突然响起尖锐的防空警报，没多久，对岸发射的第一波飞弹已经掠过海峡上空，以极高的速度扑向台湾的军事目标。此时，台湾人将亲身体会到先前我们谈及的防空网作用。只见晴朗的高空中不断闪现一团团强光，传来阵阵闷雷般的巨响，那是爱国者和天弓飞弹在空中成功拦截敌弹的声音。一部分敌方飞弹可能依然突破防线，狠狠坠向机场跑道、雷达站和通信中枢，炸出巨大的火球，激起黑色的浓烟。然而，就在硝烟四起的同时，台湾军方早已启动预案，分散部署的雷达仍在运作，从不同角落继续监测敌军动向。后备的通信管道马上接替，维持各部队联系畅通。幸存的战机紧急升空，向更安全的东部基地转移。台湾的防御体系就像一个打不倒的不倒翁，尽管受到重击，却总能摇晃几下后恢复平衡。与此同时，攻击方的挑战才正要开始。解放军预计在第一波飞弹攻击后，紧接着派出大批战机，企图夺取制空权。数百架歼击机、轰炸机排山倒海飞向台湾。然而台湾上空并非毫无反击之力，我空军残存与增援的战机在本岛及外离岛起飞，在防空飞弹支援下迎击来犯之敌。高空中随即展开犬牙交错的空战，双方战机你来我往，导弹拖着白烟划破长空。台湾飞行员背水一战，在熟悉的空域灵活穿梭，击落了不少初次踏入台湾领空的敌机。即便寡不敌众，我方飞官也会利用地形和防空火网诱敌深入，让敌机陷入四面八方的包围圈。一时间，台湾海峡上空歼击机残骸陨落，降落伞与逃生座椅点点开花。共军飞行员惊呼着坠入茫茫大海，他们这才发现，原来敌人的地盘不是那么好闯的。然而，空战仅仅是开场戏，真正的生死较量在于渡海登陆。让我们把目光转回海面，随着空袭的打击，解放军庞大的渡海船团已经起航。一眼望去，狭长的台湾海峡上布满了黑压压的船只，有庞然的大型登陆舰，载满坦克装甲车的登陆艇，也有成百上千艘征用而来的民用船舶载着士兵向前。为了壮胆，他们甚至派出了航空母舰和驱逐舰在外围护航。然而，如此庞大的目标集群，在现代战争中简直就是火把的化身。台湾军民早已严阵以待，守望着这一幕历史性的景象。忽然，远方传来轰隆巨响，天空闪过几道异样的亮光，那是台湾的远程岸置飞弹开始发威。第一批飞向敌阵的是雄风3型超音速反舰飞弹，它们以3倍音速疾驰，转瞬即至。外围护航的一艘共军驱逐舰躲闪不及，被2枚雄3连环命中，整艘军舰顿时断成数截，烈焰和浓烟窜上半空。这惊魂一刻只是开始，接着更多的雄风飞弹、鱼叉飞弹从台湾本岛及附近岛屿射出，如同万箭齐发般袭向整个船团。有的飞弹高速掠过海面，击中了运输舰队的旗舰，一艘2栖登陆舰瞬间引爆了里头的弹药，巨大的爆炸火球几乎把整艘船吞没。有的飞弹从高处俯冲扎入了一艘满载士兵的客轮船体，直接在海面上撕开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海水疯狂涌入，船只在倾斜与哀嚎中没入浪尖。短短几分钟，台湾海峡的海水就被燃烧殆尽的油料染成大片黑色，漂浮着无数残骸碎片。但这还没完，就在敌军舰队试图变换队形以防空火力招架之时，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台湾空军出动的反舰攻击机和潜伏已久的潜艇也开始猎杀。数架勇敢的飞行员驾驶 IDF 经国号战机和 F-16 战机低空掠海冲向敌阵，释放出一串串闪耀的反舰飞弹，然后迅速机动脱离。敌舰上的高射机炮和防空飞弹四处乱射，却追不上快如闪电的飞弹来袭。又有几艘运输舰被击中燃烧，士兵纷纷弃船跳海，场面无比混乱。与此同时，台湾仅存的几艘潜艇仿佛海底幽灵一般，
早在开战前就隐伏于敌人必经之路上。此刻，潜艇指挥官镇定地下令发射鱼雷，一枚枚高速鱼雷从水下袭向毫无防备的大型船舰。很快，又一艘敌方2栖船坞舰被鱼雷击中要害，船身猛烈爆炸倾覆，另一艘坦克登陆舰惨遭重创，动弹不得，随波漂流。整个渡海过程中，解放军部队陷入前所未见的苦难，他们的船只在半路上接二连三被摧毁，无数士兵还未看见台湾的海岸线，就已经葬身冰冷的大海，而幸存者只能踩着自己同袍的浮尸，在惊恐中继续向前。等他们终于艰难抵达台湾近岸时，迎接他们的又将是另一场噩梦。岸基的国军早已严阵以待，当满载士兵与装甲车的登陆艇冲上滩头那一刻，沙滩上瞬间亮起无数道火光，埋伏的地雷阵开始欢迎不速之客。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中，登陆艇被炸得支离破碎，士兵们还来不及冲出舱门，就已伤亡惨重。而那些侥幸踏上台湾土地的侵略者，等待他们的则是四面八方倾泻而来的炮弹与机枪弹雨。国军的战车和机械化步兵埋伏在沙滩后方的掩体里，交叉火力编织成一道死亡之墙。每当敌军试图向内陆推进一步，都被这钢铁火网扫倒成片，刺鼻的硝烟味与血腥味弥漫在整个海滩。曾经壮志凌云的侵略部队，此刻完全陷入无助与绝望。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凭借人数优势和不计代价的投入，或许仍会有部分敌军冲破海滩防线，向台湾的城镇逼近。战争的残酷在此刻将进入新阶段，那就是城市巷战与山区游击战。别忘了，台湾本岛2/3以上是丘陵与山地，地形复杂且城乡遍布。如果敌军妄想深入腹地，他们将面临仿佛进入迷宫般的困境。每一座城市的街道可能都会成为保卫战的战场，每一条山谷都可能潜伏着义勇反击的队伍。台北、新北这些人口稠密的大都市，一旦卷入战火，狭窄街巷里随处可能遭遇狙击与埋伏。一扇不起眼的窗户后可能探出火箭筒，一条熟悉的巷弄转角处也许埋伏着反坦克武器。对进攻者而言，每前进1米都要用伤亡换取。自2次大战史看，城市战是攻方的噩梦。1942年的史达林格勒战役，德军深入城区后，被苏军逐屋逐街死守，陷入拉锯，最终全军覆没。台湾的城市一旦血战，很可能成为另一个难以逃脱的绞肉机，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在广大乡间与山地，保家卫国的后备部队和民间志愿者也不会袖手旁观。数十万预备役军人迅速动员，在熟悉的故乡地形布防。他们或许缺乏重装甲，却可以依托地形灵活机动，打一场现代版的游击战。公路桥梁被先行破坏，山区道路埋满炸药，让敌军车辆难以前进。村落小镇里，乡军民兵组成的守卫队埋伏狙击，断后骚扰，袭扰敌军补给线。侵略者白天刚刚占领一个据点，夜里又可能被四面八方袭来的游击小组搞得神经衰弱，疲惫不堪。长此以往，攻方士气势必崩溃。更何况，在背后虎视眈眈的还有国际强权的介入威胁。若美日盟军此时加入战局，共军更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总的来说，两岸一旦爆发战争，侵台行动将经历导弹攻防、海空血战、滩头残杀、城区巷战、山野游击等多重关卡。而在每一关卡上，台湾的优势都在于主场地利与坚强意志，侵略者则每前进一步都伤亡惨重。一环扣一环之下，攻台行动就像掉入了设计精巧的连环陷阱，无论前进或后退，都将步步饮血。试想，当战事苦撑至某个节点，解放军可能已经付出了数十万兵员伤亡，数百架战机坠毁，无数艘战舰沉没的可怕代价，却仍看不到全面胜利的希望。更糟的是，国际制裁与内部反对声浪也会让北京当局腹背受敌。在这种局势下，他们的领导人将不得不面临残酷抉择，是咬牙继续硬拼，还是适时收手求和。而无论选择哪一条路，等待他的都可能是政权崩解的深渊。正如许多军事与政治观察家指出的，如果武力犯台失败，中共政权将面临垮台风险。
这也是为何理性的决策者迟迟不敢轻启战端，因为这场赌局输不起。如此看来，攻打台湾只会送死，绝非夸大之词，而是相当写实的概括。他形象点出侵略台湾所将付出的惨烈代价，也透露出台湾在暗处积蓄的强大能量。当然，战争没有绝对的胜负保证，但至少从目前态势分析，任何企图武力犯台的人都必须三思而后行，因为那很可能是将无数生命推入无底深渊的疯狂举动。分析完两岸军事对峙与战争场景，我们再把视角拉回到一般民众最关心的问题上。如果真的发生战争，我们可以躲哪里保命？毕竟战争一来，遭殃的不仅是前线官兵，平民百姓也难免卷入风险。我们该如何在硝烟中保全自己和家人？这绝对是每个人都应该事先了解的知识。其实台湾在常年威胁之下，政府早已针对空袭和战时状况规划了大量的防空避难设施。一个令人宽心的数据是，全台约有超过8万处防空避难处所，可同时容纳超过5000万人，这个容量甚至高于全台人口。也就是说，只要善加引导，全体国民都能在战时找到一席避难之地。这些避难场所平时多半隐身在我们生活周遭，可能是你家附近大楼的地下室，可能是学校、图书馆的地下空间，也可能是停车场或捷运车站下方经强化的结构。平日里，它们可能只是存放杂物或停车的空间，但一旦危急时刻来临，它们将摇身一变，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堡垒。或许有人会问，我要怎么知道我家附近有没有防空洞？其实，政府提供了很方便的查询方式。我们可以利用内政部警政署的防空疏散避难专区网站，输入所在县市或开启 GPS， 就能在地图上看到周边所有防空避难设施的位置和容量。如果嫌网站麻烦，也可以下载手机上的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项防空避难功能，一键就能导航，带你找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平时大家不妨先打开来看看，熟悉一下周围的避难空间在哪里，别等到警报响起才慌乱找路，提前准备好才能临危不乱。依照我国法令规定，公共建筑，例如学校、政府机关以及一定规模以上的民间建筑，如超过6层楼的住宅大楼、商场等，必须修建防空地下室。因此，每盖一栋大楼就等于多了一个避难所。经年累月下来，防空避难室在台湾各地几乎无处不在。以首都台北市为例，全市地下避难空间总容量号称可达2000多万人，几乎容纳全台人口。如果真的有需要，外县市民众也能在台北找到藏身之地。当然，战时跨城移动未必容易，但这数字至少证明避难空间的总量十分充裕。我们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没地方躲，而是知不知道地方在哪里，以及该怎么快速进入。一旦战事将临，政府通常会透过防空警报来通知民众赶紧避难。常见的警报声是广播警报，例如尖锐的鸣笛声连续响起。听到这种声响，务必要保持冷静，并立刻付诸行动。如果你在室内且附近就有地下室或地下停车场，请迅速往地下移动，寻找墙壁坚固的结构墙角蹲下，远离门窗、玻璃等易碎物。如果你正处在户外，应第一时间前往最近的防空避难处所，跟随指示牌或工作人员引导进入地下空间。在台湾街头，其实设有清楚的防空避难标志，通常是一个蓝底或绿底的牌子，上有白色文字标示防空避难室加箭头，沿着箭头方向就能找到入口。记住，下楼、入地下、离窗户、靠墙角是基本原则，因为大多数战争伤亡来自爆炸的飞溅碎片和冲击波，躲在地下和坚固墙体后，方能大幅提升生还几率。也许有人会担心，万一家附近的避难地下室早被当成仓库，堆满杂物，关键时刻打不开怎么办？其实政府早有规定，战时所有避难设施一律强制开放供民众使用，平时不相关人士不得擅入私人建筑的地下室。但若真发生战争，在国防部与警消单位的指挥下，这些空间都将解锁开门，迎接避难民众，因此不必过度担心进不去。届时自然会有民防或里长协助开门，只是一些空间平时荒废，可能环境不佳，所以大家平常可以留意并向管理单位反映，请他们定期清理维护，
才能确保需要时派上用场。除了寻找官方设置的避难处之外，在紧急情况下，如果附近一时没有标示的防空避难室，也可以就地寻找相对安全的场所，比如说大型混凝土建筑的一楼转角、坚固建筑物的地下室、隧道涵洞等等，都比露天街道上安全许多。相反地，应避免躲在玻璃帷幕大楼附近、高架桥下、加油站旁或任何可能二次爆炸和坍塌的地方。如果正驾车行驶，听到警报应立即靠边停车，迅速寻找掩护，不要待在车内。汽车外壳很薄，不足以抵挡碎片。有条件的话，最好事先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里头放些饮用水、干粮、简易医药和手电筒、哨子等物品。一旦进入避难状态，食物和光源都可能中断，这些物资能帮助自己撑过黄金救援时间。日本和乌克兰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手机安装一个官方空袭警报 App， 准备一个避难包，知道逃生路线，都是平民在战火中提高生存率的重要关键。台湾各地其实每年都有万安演习，用来演练空袭避难。很多人以往不以为意，但现在看来，这些演习其实非常有必要提醒大家居安思危。也许你会问，台湾哪里最安全？要不要战时干脆往东部或偏远山区躲？一般来说，敌军首波打击的重点会在军事设施和关键基础建设，例如北部的总统府、指挥所，西部沿海的空军基地、港口，南部的石化炼油厂、电厂等等。而台湾东部因为远离对岸导弹发射阵地，加上山脉阻隔，相对受攻击波及的几率较低。因此有条件的民众若能在战前转移到东部，如花莲、台东或离岛偏乡，也许能远离主要战火。不过战时交通运输可能受阻，临时逃难并不容易，所以预先转移有风险，且需要判断时机。另外，战争走向南侧，万一敌军改以围城饿死策略，东部运补困难也不利生存。因此对大多数人而言，不见得需要大规模逃难，不妨相信就地的避难设施和政府指挥。毕竟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疏散预案，胡乱移动反而可能挤爆路线，增加混乱。最好的办法还是听从官方发布，该隐蔽就隐蔽，该疏散就疏散，有序行动才能保护最多人。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民防组织和医疗资源也在积极演练中，以备战时服务民众。各地消防队、医院定期演练大规模伤患处理，储备血液和医疗物资。民间也有志愿团体在推广急救知识、自救互救技巧等。像近年成立的黑熊学院，就教导民众如何在战争中自我保护，如何灭火急救等技能。如果真的兵临城下，这些平时的训练将大派用场。每个家庭也应该有个紧急应变计划，例如约定好若通讯中断，在哪里碰头集合，家中如果有老人小孩，如何安置等。战争虽然残酷，但我们并非无能为力的羔羊，只要事先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活下去的几率，也让政府在混乱中更好统筹救援。最后，我们不妨保持一个乐观而务实的态度，希望战争永远不会到来，但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台湾人民珍爱和平，但也从不畏惧战斗保卫家园。在强敌环伺的阴影下，我们既不轻启战端，也不惧怕威胁恐吓。我们深知自己守护的是什么，是身后的亲人、脚下的土地、头顶自由的天空。所以我们把恐惧化为准备，把忧虑化为力量。当越来越多民众知道该如何避难，如何自救互救，当敌人知道我们早已不是待宰的鱼肉，战争也许就打不响了。因为战争的本质就是比意志，比智慧，而台湾的意志从未如此坚定，智慧从未如此清醒。综合以上深入探讨，我们可以得到几个清晰的结论。第一，攻打台湾从军事角度看绝非易事，反而极可能是攻方的噩梦。从台湾天险的地理环境、强大的飞弹火力、周密的全民防卫体系来看，任何侵略者都将面临惨重损失甚至彻底失败的风险。正如飞弹工程师所言，犯台无异于送死，这并非恫吓之词，而是冷峻的现实评估。第二，台湾多年来隐忍发展出远超外界预期的军事实力，其中不但有有效阻绝敌军于海上的硬实力，也有保存自己、拖垮敌人的软实力。
包括民心士气与国际盟助。一旦战端揭开，台湾有能力让敌人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第三，即便如此，我们仍需和平，但备而不用不代表不备而不战。我们每个平凡人都应该增强防灾避战的意识，把战争可能带来的冲击降到最低。了解如何躲避空袭，准备物资，参与演习，都是在为自己和家园织密一张安全网。历经这场脑力旅行，我们或许对两岸战争有了更深刻的体认，那就是它绝不会像某些人以为的是一面倒的闪电胜利，而更可能是一场漫长血腥的悲剧收场。这场悲剧中没有真正的赢家攻台者，可能元气大伤，甚至丧失政权，而台湾即使最终保卫住家园，也难免遍体鳞伤。因此最好的结局莫过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让潜在的侵略者明白战争无利可图，明白我们已非任人宰割，明白一旦轻举妄动将付出难以承担的代价，或许才能有效下阻战火于未然。毕竟真正高明的胜利不是通过战争获得，而是通过让战争失去必要性来实现。回望现今世界局势，我们同时也看到民主国家在团结合作、巩固和平上的努力，国际间对台湾的支持声浪渐增，对那种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径多所警惕。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目前都站在守护台湾和平的一边。天时上，国际反战舆论强烈，任何侵略都将受到谴责与制裁。地利上，台湾易守难攻，绝非一纸空言。人和上，台湾人民上下同心，捍卫家园意志坚定。而这三股力量汇聚起来，正是我们赖以自信的最大本钱。希望透过今天这番深入讨论，能让大家对台湾的安全前景多一分了解，也多一分安心。同时，我们更不能掉以轻心，该准备的还是要准备，该加强的还需加强。这片土地上的你我，虽然只是在过平凡日子，但在暗处已有许多人默默为守护这份平凡而努力着。有军事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夜以继日打造飞弹利器，有将士在演训场上挥汗如雨提高战绩，也有社区邻里在讨论避难计划、储备物资。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当暴风雨来袭时，我们能够有惊无险地挨过去。最后，我想以一句话作结：和平很珍贵，而我们守护和平的决心更珍贵。唯有让对岸明白，攻台只会自取灭亡，战争或许才能真正远离我们。我们期盼永远不会验证今天所描述的残酷情境，但我们也准备好了在必要时迎接挑战，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家园，每一个台湾人都是自己国家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坚守不退，任何企图夺走我们幸福生活的暴力都注定会碰得头破血流，无功而返。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这场只会送死的战争推演永远停留在推演，永远不要成为现实。平安守护台湾，从你我做起。